初三英语听力磁带。哎，好啊，我去给你找啊。嘿嘿，找到了。回到过去。哎，这个我一着急写错了，这个应该是回到未来。这个呀，可是85年的老片子，可好看了。你要吗？我不想回到未来，我想回到过去。好啊，来，当当当当啊！怎么样？布置的挺好的哎。这些小伟，你弄得还蛮温馨的。哎，必须的。你应该跟永叔一起去搞装修的。哎，不，我还是爱跟白姐练摊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挨个给我们打传呼，就为看这个。那当然了，你看我饮料也给你们准备好了呀。你看看这个高楼林立的圣城啊，有一块属于我们的小天地啊，多好！感觉整个圣城都是我的了。我倒不需要一整个圣城，我只希望能快一点，在这儿有个家。哎呦，我想要的也不多呀，我就想要一个铺子，天灵灵地灵灵，把铺子租给我吧。哎，小兰姐呢？想在这个圣城拥有什么？我想肆意奔跑，好好生活，然后赚大钱。对，赚大钱，赚大钱，好好生活。来，好好生活，赚大钱。这3个格子的怎么样？各来1手嘛，好不好？格子的，行啊可以吧？啊，这款蓝色的，还有这个条纹的这几件，哎，我都给你便宜一点，好不好 ？S 号和 M 号的各加一点，好不好？这2个号好卖一些啊。行，是这些吧。还是这地址啊，我现在打包啊。好嘞，谢谢啊，慢走。有时候也隐隐担忧，机遇和意外，哪一个会先来？有股。哎，夏老板，怎么光看我嘞？看货呀！做生意嘛，后台的人都得看。是，货好人也好，生意才能长久。你放心啊，我这些货都是外贸的，质量肯定没问题。至于人嘛，我开胸脯也没用，等我们打上交道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先看着啊。陈老板，哎，你这平时跑外贸都跑哪些国家呀？苏联去不去？苏联去，除了苏联，欧洲啊、美国啊都有。那这苏联要是有什么变化，你这单子会不会有影响？那有变化，肯定都还是会有影响。哎，苏联有变化，他那有什么变化哦？这种大事都不知道，那他应该不是船员。这经济变好或者变坏，不都有影响吗？哦，说这个呀，那是，哎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做生意讲信誉，就是他那边有什么变化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顾客受影响。那谢谢陈老板了。哎，客气。哎，这件 polo 衫有别的颜色吗？有。哎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拿哈。行。哎，你先看看别的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李奶奶，昨天你们给我的房租这10块钱太旧了，给我换张新的。没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看这张行吗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。
哎，看看哈，没少哈。啊，还是老地址给你发过去啊。行。我下午就给你发出去。哎，对了，你下回来啊就不用进来了，我准备搬到门口的刚进来那个档口。哟，陈老板这赚钱了，要换一个大的档口啊。哎，别这么说，还是指望你们这些大老板照顾生意嘛。哎，主要是吧，你看，我这里有一批风衣压着货，我要是不使劲，这个秋季给它卖出去的话，我下次上货都困难。所以我就想着搬到门口那个店铺，人流量大一点。你这风衣样式和料子都是不错的，但是就是款式太超前，定价又高，没有顾客敢买，都怕拿了货砸自己手里卖不掉，可不是换个门店就能卖出去的。哎，你有路子不？哎，你别否认啊，你能这么说肯定有路子。路子没有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什么办法？你去找杂志社问问，这衣服要是能上杂志，就不愁卖不出去。广告？你说的是广告不？也算是吧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是赞助。哎呦，夏老板，不行，我得叫你夏姐。这样啊，我明天就跑一趟，要是这个事儿能办成，我给你分红。分红就不用了，走啦。好，慢点啊。妈，回来啦！别喊了，规矩忘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于奶奶，没看着您在这儿，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乱喊了。对了，于奶奶，我上次看您衣服被树枝划破了，刚好去龙城进货，就给您带了一件回来，您看看。我可没要你帮我买啊。我呢，本打算花10块钱买一件。如果你觉得吃亏呢，你就把衣服拿回去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衣服您收好，我先上去，不打扰您了。哦，你妈被个小汽车接走了。小汽车？难道是汤叔叔？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哎，小兰回来了。啊。于奶奶，我包了包子给您尝尝啊。那我们先走啦。啊。妈从舅舅家来的。我去那个汤市长家里帮忙的。汤市长，来，趁热吃吧。汤市长胃病一直没好，家里也没人做饭，他那个司机小王就问我能不能帮忙，我就去给他熬点小米粥，蒸了点包子，留着当早饭。哎呀，他这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早就离婚了，孩子和前妻都在美国，做饭呢都是自己弄，忙起来有一顿没一顿的，胃都搞坏了。这都是汤市长跟你说的？小王跟我说的。我去做饭的时候，汤市长不在家，我做完就回来了，没等他。哎，妈这样做合适吗？没做错吧？没错啊，你是去帮忙的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妈，那你觉得汤市长怎么样？其实也没见过几次，倒是挺亲切的，而且对我也挺客气的，每次总说要谢谢我。你别的呢？别的，假如他不是市长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什么叫假如不是市长？人家就是市长啊！你想什么呢？人家是市长，
我跟人家差远着呢。首先，我没觉得差在哪儿，市长也好，农民也好，卖衣服的也好，这都是一个职业。其次，你们俩都离了婚，都单着呢，我觉得互相了解了解也挺好的。你想得太远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人家可是大市长，我跟人家吃都吃不到一块儿去。那要是我几年前跟您说，您能在京城、在盛城开服装店，您觉得可能吗？刘芬同志，你就跟着自己的心意来就好，不要有太重的思想负担。哎，对了，小兰，你舅舅说明天要过来跟你聊那个什么项目的事儿，似乎是机会先来了。成哥，哎，还不走？哦，我这马上完事儿了。那什么，我媳妇儿前2天给我寄了点特产，挺好吃的，你尝尝。谢谢。是。还挺酸的。还行哈。那留着吃，我走了。啊，谢谢。是。成哥，其实吧，我律就爱吓唬人，有些材料其实没那么急。早干晚干都得干，早干完了早回去陪对象了。你们感情真好。等我干上律师，也把我媳妇儿接过来。行，你忙，走了。慢点。再见。我之前装这家是个大老板，他觉得我活干得不错，那他就觉得我只做家装呢有点可惜了，应该再尝试干点别的。这小兰，你说这什么叫招标啊？通俗的说呢，就是要装修的大客户要货比3家。竞标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服务方要提供样品供客户们比货。就是我之前装修过的那些房子，你还让我都拍了照片。对，舅舅果然聪明，但这只是其中之一。除了公司的资质还有之前的作品外，我们还需要根据需求准备一份投标书以及一些设计方案。我看这份计划写得很详细，需要写些什么，所以准备投标书不难，难的是我们到底要投哪个项目。这还可以自己选？是，这次盛城的招待所装修被拆成了几个小项目，估计就是为了让民营公司有机会，不然像远辉这种之前的业务都是做私人房屋装修，没有参与过公家项目的，估计也根本没有机会能参与这次竞标。那这可是个大事儿啊！这我们能弄得了吗？舅舅你放心，我跟你一起。那你的服装店呢？没事儿，不会耽误的。这次哪怕我们只是拿下一个小标，都能在盛城打开装修市场。看来这对我们永辉来说是个机会啊！这对我也是一个机会。哦，对了，这次跟咱们一起竞标的还有2家国资单位和1家港资公司。那港资公司叫什么？琛荣天成。是港岛杜琛荣那个琛荣集团吗？哎，对，是。啊。那个舅舅啊，也差不多到点了，我要下班，谈恋爱去。那我先走啦，拜拜。奶奶，拜拜。哎呀，这年轻人谈恋爱，年轻。我不住这儿，我租房子了，我这就走。来。哇，视野开阔，一览无余。你怎么找着的？我可是夏小兰。你看，盛城真的好大，从你家那边望出去是万家灯火，从这儿望出去呢，又是繁华的商业街。以盛城的发展速度，应该过不了多久，这对面就都是高楼大厦了吧？哎，到时候那个地产公司就可以开在这边。我现在就想赶紧把服装店开起来，快速的积累资金。
哎，到时候要是能开在这儿就好了，三面临街，无论从哪个口看都能看到它，到时候一定是整条街最瞩目的存在。哎，你看，那个没亮灯的地方，应该是还没营业，说不定在招租呢。明天去看看。行，就那儿。对，那边。走，哎，走，出去了。新的环境，新的视野，新的挑战，我们都在努力磨合，拼尽全力。哎，慢点啊！快，加班加点啊！哎。小兰，吃饭啦！好，来了。于奶奶，你回来啦？吃饭了吗？我包了饺子。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刘芬同志更淳朴善良的人喽。看你吃挺香啊，怎么样？杂志谈成了吗？搞定了，订了下半月的月刊，演员周望京会穿得上。那你怎么还愁眉苦脸？我绕了好大一圈才找到周望京，前1个星期都被一帮杂技社的编辑搞得完了。这个咱回头再说。好，那咱们一块吃点饭。好，一起哈，一起吃点饭哈。好。沙老板，你不晓得，那帮编辑酒没少喝，小东西也都收了，一说到上杂志封面就推三阻四。收下。哎，来，我说你们啊，别说，不客气啊。那好，慢走哈，主编。陈总，哎，王哥，等信啊，慢走，谢谢啊，有机会来深圳。好。后来有个厚道人跟我讲，我才晓得，就是嫌我是小摊贩、个体户。那免费赞助他们服装拍摄、拍杂志，他们还看不上。哎，你吃了不？要碗面噻。啊，不用，吃过了。凉茶。行。老板，2杯凉茶。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夏老板，你说我设计那批男士大衣不好看吗？那面料款式不够档次吗？我不觉得。那不就是因为我不是品牌噻？除了我不是品牌，那我还差哪里了？你刚刚也说，就差个品牌了。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，以后自己设计的衣服，专门请演员来拍广告，就是电视上那种，以后就不用做自己的品牌。啊耶！想到一块去了。夏姐，我的姐，我就晓得我们俩能想到一个路子去。我又话多了。其实我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琢磨。我觉得我们2个可以合伙搞个品牌，就像你说的找演员拍广告，哎，那我就不信打不响这个名头了。在之前的那个时空，陈锡良要几年以后才正式做让他发家的露娜品牌，现在这个时间提前了，我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变化。夏姐，夏祖宗，夏姑奶奶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喽，我们2个合伙干吧。也许是命运的伏笔，我不知道和陈锡良的相遇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。夏姑奶奶，我不是一时冲动哈，搞批发挣点辛苦钱，那我不满足，那给别人改服装，别人又看不上，我也不服气。但是自己做品牌这个路别人没走过，别人不敢，我不怕，我想试试。搞品牌确实是一个好想法。不过你懂版型又会设计，家里又有制衣厂的资源，你为什么要找我啊？
你懂销售噻，我明白，再好的衣服卖不出去，那就是一块破布。你能想到找杂志拍广告，这是我想不到的，是我需要的。虽然我们只是见过几面哈，但是我觉得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你就好像是，好像石头缝里蹦出来帮我的，命运给我的礼物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什么条件我都答。大胆的考虑一下噻。我晓得，咱们是合作嘛，肯定还是要有点章法。但是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为难你。陈老板，你要是刚才说什么条件都答应我，我现在站起来立马就走。那不是也没说出来吗？我现在的确是需要一个能赚钱的生意。你和你的品牌的确很有潜力，但是做服装，你的资源也确实比我多。我可以负责营销，但是具体的经营还要靠你自己。这样吧，我拿45%，你拿55%，怎么样？好，那这样，我尽快回去拟个合同，具体的事情咱们可以再商量。你家小周也是搞法律的，我肯定不会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了，这个你放心。既然要做，那咱们就做个大的，争取在1年之内，在全国各大城市把分店开起来。第一家店你想开在哪？龙城我熟悉一些，资源也多，开个店不难。盛城离港岛近，我觉得也应该有家店。要开，我觉得要不2家店一起开。盛城1家，龙城2家，怎么样？3家店同一天开，把声势打出去。好，那就3家店一起开。我之前去过港岛，那边的铺子都是英文的，我觉得看起来高级洋气。你是大学生，你肯定懂得多了，你给起个名字吧。这是你的牌子，名字还是得你自己取，我可以给你参考。那我回去买个英文字典翻翻。但是盛城的铺子还是得麻烦你帮我挑一挑。盛城还真有个好地方。夏姐，你真是我祖宗姑奶奶，这铺子太好了，这不管从哪边过来都得先看到它。哎，那不对啊，这么好的铺子怎么没租出去呢？这地方我打听过了，1层的商铺加上2层的住宅，一部分产权在食品厂，另一部分在一个个人手里。听说那个人特别难沟通，所以说食品厂也懒得为了那仨瓜俩枣出面掰扯，就一直空着了。这么麻烦啊？但是成功不能怕麻烦。你先回龙城把品牌和商标弄好，这个铺子不管多难租，我都一定能把它拿下。好。于奶奶，我新学的炒牛河，听说这儿的人都爱吃这个，您尝尝我炒的怎么样？妈，还没把老太太卤热乎。快！哎呀，我来。走，你把门关上。啊，行，哥。嘘。从哪儿弄这么多画啊？小兰啊，让我给她弄点油画啊，一会儿我再看看你放哪儿，我给你挂啊。行，先吃吧。哎呀，炒牛河。尝尝。我就在这待这么多年啊，我还是觉得咱们老家的烩面最好吃，这我是吃不习惯。小兰，你尝尝。我来。是不是我炒的不地道啊？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只不过人的口味没那么容易变。我估计啊，放点辣子可能能好点。哦，对了，小兰，你看中那个小楼啊，我问了，人家这个食品厂啊觉得麻烦，他不想弄。那能不能让他们把那个产权人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去找，这3方谈妥了坐下来签合同就行。哦，对，妈，到时候盛城的店开起来，您还是去当经理，我跟陈其良都说好了。
那舅舅那个铺子还是得麻烦您再去问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已经约好人了，下午我再问问。行，你看这油画，你准备放哪儿？一会儿饭后我给你挂上。不挂，这个是给招待所招标用的。小兰，你要送礼啊？不好吧？不是，我们这是凭能力竞标，只不过是竞标嘛，总得有点过人之处吧。我看看啊，行，就它。小兰，你看我今儿这身可以吧？小包儿，是不是一加上就全对了？对，确实有民营企业家那味儿。这就是公羊吧？公羊，你好，我是夏小兰。这个是远辉的刘总，也就是我舅舅。今天你先跟我们参观一下，具体有什么要求，到时候再跟你说。好，我下午还有课，这个大概需要看多久？你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上课的。哎，这不是夏小兰，夏小姐吗？夏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原来你想做的职业是装修啊？不过我觉得像夏小姐这样的人才，即使不去港岛，也应该加入一个大公司或者设计院什么的。怎么进这个看起来很辛苦的公司呢？不知道夏小姐有没有听说过称龙天成这个公司啊？各个项目都大手笔，我们正需要像夏小姐这样子的人才。杜先生，既然我们很辛苦公司能和你们大手笔公司站在一起，那就说明我们前途无量嘛。我还是更喜欢待在有未来的地方。也行，要是这次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的话，我还想跟夏小姐多多交流呢。我看杜先生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竞标上吧，我们没什么可交流的。走吧，舅舅。欢迎。我们招待所有大小单间67间，大会议室3间，小会议室9间，餐厅2个，接待大厅呢是1个，这些都在我们这次招标范围里，可以选择全部竞标，也可以竞标其中一部分，这些呢都在我们的资料里面，具体情况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然后各位有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进行现场测量。那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吗？可以啊，我就在办公室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，哎，舅舅，那我们去楼下餐厅看看吧。走。杜总，夏小姐，什么吩咐啊？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吧？你跟着我干嘛？你的人不在那边吗？竞争对手好啊，我们可以合作啊。跟我们这些看着累的公司合作，那肯定的嘛。嚯！哎呀，小兰，你看这地儿哈，真不错，这么大个餐厅。对了，那个公子哥，我看你认识他，在京城见过，他现在是夏大军的老板。夏大军？怎么还有夏大军？夏大军的事我跟他解释过了，现在是他自己想缠着我，我估计今天就他故意想跟过来。我说的呢嘛，人家各家公司都是分着来，他非跟咱们凑在一起。啊，我也打听了，他们那边主管那个项目就是那个光头，就是他负责。其实没搞出什么大项目来，就是拿着这个琛荣公司啊给他撑脸面呢。行，我们做好自己，别管别人。对，舅舅你看啊，今天其实最大的肥肉就是那客房，但是装修时间长，我们也掏不出那么多钱垫资。是啊，67间房啊！我的天哪，馋死我了！哎呀，可惜。没关系，这不是还有别的机会吗？3间大会议室，9间小会议室，这个标小，应该容易一些。餐厅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舅舅想做哪个？不是，我就没明白，你看这个餐厅、会议室、这客房，这都各装各的，它风格能统一吗？那我们就出一个风格统一的设计方案，就算是给招待所排忧解难了。那凭什么呀？咱们选一个，然后把其他的方案也给它设计出来，不是亏了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构思好了。那个公羊就是我请来帮忙的。
欧阳怎么样？现在有兴趣了吗？酒店还有招待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风格。我们出一份大方案，看似多一点工作量，但就是多的这么一点工作量，就足以把我们的竞争对手给逼死。远辉资质浅，竞争力弱，但是如果我们大方案足够好，他们采用的话，把肉分给别家吃，咱们还不能分点汤喝吗？欧阳，我知道你是学油画的，一心想搞艺术，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，才想接这个活赚钱。夏姐，我赚钱是非常合理且正当的欲望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公司，但是非常注重人才，不会因为你是学生就把你当廉价劳动力。你只要能按照我的要求画出效果图，我愿意以设计师助理的标准给你发工资。我以前只是在学校里画画，你说的东西我刚刚其实听得一知半解。刚才听到你说想用免费的整体方案来拿下这个标，我觉得你和别人很不一样。我决定了，我想跟着你干，想跟你学东西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。这个你不急，等具体的方案出来我再跟你对。你也不用提前准备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，这个时代可能还没有。啊？小兰，走了。行。哎，你要不要离我这么近呢？啊？什么？会不会开车？啊？你搞什么？离我太近了，我。阿华。啊？没听到人家问你会不会开车啊？小心点呐！好，我知道啊。夏小姐，不知道你赏不赏脸？喝杯咖啡呢？不好意思，跟男朋友有约了，走。慢走啊！拜拜，那下次再见喽。慢走哦。高长，这个人有，还真是挺有趣的。杜总，这招待所实在小意思，我们全拿下也没问题。既然是小意思，那我们做又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听不懂啊？不如就成全夏小兰吧。杜总这是让我们放水啊！他一个星期换3个马，让我替他放水，想得美！取车。哎，是小杨嫂子吧？哦，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认识我？权力所谁不认识小兰嫂子？您比照片上还好看。啊，谢谢。别客气，那个你去吧。里面没别人，就成哥在呢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谢谢。没事。周成，哎，你来了。先吃饭吧，吃完再工作，不然会饿坏了胃。啊，快，坐。好。带了什么好吃的？你怎么把我照片放这儿？啊，我一来律所，我们后勤那个大姐一直追着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把家里那些亲戚朋友都给我介绍了个遍。理解，毕竟这么帅气又能干的男朋友，谁不想带回家？我跟大姐说了，我说我有对象，这大姐一开始还不信，后来又说什么，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也没结婚，直到我把这照片摆出来，她才算放弃了。哦，那这是为什么呀？那还不是因为我的对象又漂亮又优秀。大姐后来还担心我配不上你，一直教我怎么哄你开心呢。这律所其他的人都出去了吗？啊，律所虽然不大，但案子不少，每个人手头上都有好几个呢。那你呢？
哦，我这不刚来吗？先做点案头工作，熟悉熟悉。你看啊，这几个一个类型的可以放在一起，然后这几个颜色相近，要分开放，这样呢顾客好区分。哦，这摆摊也是个这个细致活啊。当然了，要学的还多着呢。老板，是我昨天买的，我不想要了，给我退一下。对了，我看看，你退不退？哎，不是，这都售出不退的，你要退我不是检查一下？不退是吧？不退我找工伤啊！哎，找工伤。到你了，不用再用来帮衬了。爽快点。白姐，这生意不能这么做呀。这个人呢是这边有名的刺头，跟几个混混关系都非常好。今天不给他退，明天再找一大帮人过来闹事，生意都做不成了。你看看，这都扯坏了，这就是他自己太胖了。不想再这样一直摆摊了。哎，你看看，看起来卖的热闹，实际上利润微薄，还老遇上神经病。我们这本来就是薄利多销，赚的都是辛苦钱。公子哥，还没开始你就扛不住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是想到了利润薄，那没想到这么薄。不过你们都能坚持，那我也能。其实我也在想啊，你说我这铺子租下来以后，你说我做点什么生意，总不能一直卖杂货吧？小兰，你也帮我想想，我做什么才能以后我们生意上互相照顾到呢？我舅舅现在在往商业装修转型，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也做这些。建材怎么样？人民桥呢，现在有几家小店，但是规模都不大的。建材很好啊，我们可以从小的开始做起，然后慢慢做大，以后就可以开一个建材城，到时候装修一站式就可以够齐了。白姐，怕不怕目标定太大？不怕。目标定的大，奋斗才有动力嘛。明天我们就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市场调研。市场调研，咱一起去小伟，怎么样？哎，没想到做个体户这么困难，我这个青春啊，全都浪费在这些琐事上。哎，谁说了年轻就要闯？你要受不住的话，要不我给二叔打个电话？哎呦，别，那我更受不了。哎，小兰姐怎么这么乐观啊？从来没抱怨过。对于这些好不容易拥有的伙伴，我总忍不住想成为他们的金手指，指点一二。就是啊，明明我年纪最大，但小兰反而像大家长。但又怕用力过猛，话太多露了馅儿。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。其实我最近也不太顺利。袁厂长，您好。你是？我是要租27路那间铺子的夏小兰。那个铺子不是我不租给你，实在是产权麻烦得很，我们做不了主。我知道还有另一个产权人，您把他信息告诉我，我自己去说服他就行。夏同志，你的这个决心我很佩服，但是我真的不能告诉你，对方要知道是我告诉你，我呀，真的抱歉了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提都不能提。妈呀，也太香了吧！妈，我觉得我要赶紧把服装店开起来，要不然你这手艺再精进，我就要胖走不动道了。哎，这是给于奶奶吃的。哦，咱俩在锅里。行。于奶奶，今天做了排骨，还有野菜包子，我给您放这儿，您尝一尝啊。于奶奶，于奶奶，
于奶奶，志晴晕倒了，快叫救护车！我亲自去打电话。于奶奶，于奶奶，我前2天就觉得于奶奶没什么精神，平时都在院子里喝茶，这2天都没出来。哎，都怪我应该问一句的。妈，不怪你，你别着急，要相信医生。哎，护士同志，病人情况怎么样啊？你们是怎么当家属的呀？老人是酮症酸中毒导致的休克，他有糖尿病，你们平时也不注意点儿。哎，你刚才说是糖尿病？是啊，老人岁数这么大了，你们家属平时……同志，你误会了，他们是奶奶的租客，这房子租了还没1个月呢。护士同志，麻烦你一定要尽力救治。我们肯定会尽力的。老人这个情况需要住院，你们赶紧先回去准备点生活用品，再把家属叫来吧。好。哎，那你们俩在这儿看着，我回去拿东西啊。哎妈，别回去了，附近买点吧。好，你们俩看着啊。好。